最近咱们有个中国演员呢，被骗到境外的电诈园区，现在安全回国了，大家都很关注啊。我看专门有文章的介绍说，为什么不派军警把电诈园的人给救回来？是因为得走流程，得按国际法。说实话，人家是很专业的，但是我有点想不通啊。我不是这个专业的，我说几句我不专业的看法。那么首先第一呢，就是这些境外的电诈园呢，根据媒体报道，现在有几万中国人在那当猪仔、当奴隶啊，比奴隶还不如，被打、被强奸、被杀。而他们电诈的对象是10几亿中国人，他们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一些习惯了。我现在陌生电话号码一律不接，短信活动一律不参加，一律不相信，这都是拜电诈所赐。那么这么大规模的电诈园就摆在那儿，这么多年了，中国人家喻户晓，但是就铲除不了。那么他奴役的是中国人，他诈骗的是中国人，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个才是为人民服务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湄公河行动呢，这样的电影电视剧我们看过，国家相关部门在努力。但是呢，跨国行动、多国行动呢，难度很大，要走流程，要遵守国际法。但是如果流程走不通呢？如果所在地的政权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？那还干不干呢？你再比如，美军知道拉登住在巴基斯坦的时候，他特种部队发起杰罗尼莫行动，突击拉登，只要击毙不要活口，不通知巴基斯坦。美国那时候考虑过国际法吗？2016年1月1号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》第71条原文，经与有关国家达成协议，并报国务院批准，国务院公安部门、国家安全部门可以派员出境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。中国人民解放军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派员出境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，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。解放军武警出境反恐作战，没有与所在国达成协议的前提。第三呢，就是很多网友认为啊，在电诈园区的人啊，都是自愿过去发财的，被骗了，被当奴隶，活该。那谁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被骗呢？我在媒体的时候，曾经和有关反诈骗的专家、反诈骗的技术专家做过节目，他们一致认为啊，骗子真要骗你的时候，他们自己都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不会被骗。再说了，不解决这些境外的电诈园区，他们电诈的目标不还是你我吗？说中国话的中国人吗？你不为他们考虑，也得为自己考虑一下吧。所以呢，希望国家能够解决境外电诈势力。如果所谓的常规流程走不通的话，那也别自负手脚，该用拳头的时候也别太客气。